注意看，韩国狂人居然想要动手殴打中国选手，还一脸笑嘻嘻的给中国小伙一个耳光。在第二天发布会现场，这家伙更是光着膀子，一脸的嚣张跋扈，冲上来直接与中国选手敖日格勒动手动脚，嘴里还不停的骂骂咧咧，扬言中国都是东亚病夫。如果不是在场的工作人员拼死阻拦，两人恨不得当场来个线下格斗，拼个你死我活。他就是韩国的黑帮大哥金在勋，声称他练习拳击只是为了能够合法打人，擂台下的他更是伤天害理，无恶不作。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当众动手打人了，只要遇到中国人，他会表面友好，实则内心阴险狡诈，更是扬言绝对不要让他在韩国碰到中国人，不然见一个打死一个，见一双打死一双。甚至在称重仪式上，这家伙不仅洒水挑衅，还顶头对着中国选手的鼻子怒骂，而中国选手也当即霸气回怼，两人直接扭打在一起。然而在中国选手发言时，这家伙居然直接抢走了麦克风，中国人是吧？哇，就是自大的蚂蚁罢了。这家伙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都完全没有将中国人放在眼里，不仅在媒体的面前扬言他一拳能打死10个中国人，甚至还声称自己打拳只是为了能合法的打中国人。不过一向嚣张跋扈的他，这一次却踢到了真正的钢板，只因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中国拳坛巨兽敖日格勒。出生于内蒙古草原的敖日格勒，常年征战于国际拳坛，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重磅级拳手。将近400斤的体重不仅没有让他感到累赘，甚至还是他压垮对手的最终秘籍。在擂台上为国争光的他，被拳迷亲切地称为是中国的功夫熊猫。而赛前韩国选手一系列的嚣张和挑衅行为，已经将他彻底激怒了，发誓一定要在擂台上让他感受一下死亡的恐惧。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抗大战，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敖日格勒是如何暴揍韩国选手的。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是中国选手敖日格勒，迷彩短裤则是韩国狂人金在勋。而擂台上的金在勋并不像赛前表现的那么嚣张，面对敖日格勒的压制，他表现的唯唯诺诺，只能向后拉扯。甚至在敖日格勒的勾手挑衅后，这家伙才敢主动上前。不过这种自欺欺人的勇气最多只能持续5秒，中国选手简单的步伐移动都差点把他的魂给吓出来。赛前不是叫嚣一拳能打死10个中国人吗？怎么上了擂台却恨不得跪在地上祈求手下留情？Does upon his back against the fence though. That's right, he needs to circle away. Oh. 简单的拳脚试探后，两人直接开始了激烈的换拳。敖日格勒的拳头犹如安装了追踪器一般精准覆盖，连续的重拳也是打的韩国选手没有任何招架之力。无奈的他只能选手主动搂抱，生怕敖日格勒瞬间结束比赛，甚至还妄想用全身的力量将敖日格勒压制在笼边。不得不说，这家伙虽然实力不怎么样，但嘴却是真的硬。就他这体格，在敖日格勒面前根本就没有抗衡的资格。而敖日格勒则表现得非常镇定，不仅不挣扎，还趁机拿拳头抡在小泡菜身上。Knees to the body. This is what Jaehoon's got in his favor. He should be faster. Jaehoon Kim's corner telling him to slow things down and take it easy. Jaehoon Kim moving in and out. Definitely, this time he has a really good strategy. Maybe continues on it. 倒计时3分钟。重新回到站立后，金在勋这家伙依然表现得非常胆小，只能游走在擂台边缘，根本不敢与敖日格勒有任何正面冲突。不过这家伙的脑子也确实是好使，在得知两人的实力不是一个级别后，居然打算用智取，那就是强迫敖日格勒移动步伐，从而消耗体能。就在敖日格勒蹲下休息时，这家伙居然还有勇气蹲下模仿。敖日格勒直接冲进内围，想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嚣张的家伙。奈何金在勋的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只要敖日格勒有一点想要进攻的意图，那么金在勋绝对会立马夹起尾巴，扮演好人的模样。This time it's Alligator. Jaehoon's gonna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off the fence to move all that weight.
He can get an underhook with his right hand and try to circle his way off. Move down with that whizzer. Less than 2 minutes left. There's the underhook. But can he move Arregala? 敖日格勒拿着连续的重拳打在小泡菜的腰子上，此时被顶在笼子上的金在勋弱小又无助，不知道此时他内心更多的是懊恼还是后悔。在裁判催促两人施展动作时，金在勋直接抓住机会挣脱成功束缚，真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金在勋简直是把借东风这招施展的淋漓尽致，不过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这些小聪明根本掀不起什么大波浪。赛前金在勋的嘲讽和挑衅已经彻底惹怒了敖日格勒，既然上了擂台，那么敖日格勒绝对不会轻易的放过他。Wow. 倒计时1分钟。 1 minute remaining in round 1. And there was a sneak peek by Arregala. Arregala's finding it hard to connect with anything clean. Dan stuck in this position again. He can use his foot off the fence. He can push off the fence. Well, whatever training James is doing for this match against Arregala, it's worked, and he's losing into his corner. Going better so far than it did last time. 倒计眼看着第一回合就要结束，敖日格勒再次冲进金在勋的内围施展拳脚，连续的拳打脚踢也是差点让金在勋见到天上的太奶。相信大家看到这里对两位选手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金在勋根本就不是敖日格勒的对手，甚至如果不是因此，金在勋赛前放下了大话，此时说不定早就已经投降认输了。反观中国选手敖日格勒，完全不肯放过任何一个重击小泡菜的机会，无时无刻都在用精准的火力覆盖拳到肉。不过韩国这家伙毕竟也打过不少的比赛，自身的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因此敖日格勒的拳头打在他身上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效果。比赛来到第二回合，不甘心的韩国选手终于加强了进攻攻势，不再只是一味的逃跑躲避，而是更加注重主动进攻。奈何敖日格勒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的功夫熊猫，即使将近400斤的体重也根本不影响他的灵活程度，而似乎是台下观众的呐喊声激发了金在勋的战斗欲，竟主动拿着拳头与敖日格勒进行拼拳换脚。好在敖日格勒反应迅速，在向后拉扯的同时还能打出防守反击，不得不说敖日格勒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Low kick. Jaehoon Kim with a low kick of his own. 敖日格勒连续的组合拳之后，再次将金在勋压制在笼边，接着连续的击负拳更是完全没有一点手下留情。反观金在勋只能用尽全力牢牢地锁住敖日格勒的一条手臂，不过这也依然不能阻挡敖日格勒暴揍他的决心。此时金在勋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哪里像是黑帮大哥赛前放下的大话有多狠，此时就有多么的狼狈。而敖日格勒依然换着花样来蹂躏面前的小泡菜，几记重拳打在他的头上，更是早就将他打成了江湖。甚至只要他有一点想要挣扎反击的迹象，敖日格勒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将他彻底揍老实。倒计时3分钟。 3 minutes remaining in round 2. 2 minutes and 44 seconds. Referee Herky breaks it up. And right now, 倒计时1分钟。 1 minute remaining. 即使裁判将两人分开，敖日格勒也依然不肯放过他。在两人巨大的体型差距面前，敖日格勒将金在勋压在笼边，简直是轻而易举。连续的顶膝更是将金在勋打的只能弯腰寻求裁判的帮助。好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裁判直接无视他求救的目光，终于又是一记顶膝之后，金在勋的团队彻底急了。而金在勋也接收到演习的信号，一脸的痛苦不堪，让裁判只能无奈地将两人分开。原来是上演着被顶当的戏码，想要短暂休息来改变战术。
It's a low blow, quick time. Back up again. Oh, and he's got one in right there. 倒计时10秒。 Last 10 seconds. 在团队的指挥下，敖日格勒再次拿着拳头砸在金在勋的头上。此时比赛就要结束，金在勋除了忍耐，根本别无他法。终于第2回合的比赛结束了。金在勋这一回合基本上不是在被暴揍，就是在被暴揍的路上。即使他再怎么抗揍，挨到这么多拳，身体也出现了不小的问题。而他赛前声称中国人根本就不配做他的对手，甚至还放下狂言说1个回合他就可以将敖日格勒揍得跪下求饶。但他此时在擂台上被揍成了什么惨样，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就凭金在勋这3脚猫功夫，居然还敢挑衅中国选手，真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天高地厚。比赛来到第3回合，敖日格勒早就已经没有耐心和对手继续纠缠下去了，直接冲进金在勋内围，施展一系列的拳打脚踢，精准有力的拳头瞬间就将金在勋打得瘫坐在地上，数百拳的火力覆盖更是直接将他打出了猪叫声。情况的突然转变让一旁的裁判也吓得手无足措，根本不敢上前阻拦，生怕敖日格勒打急了眼伤及无辜。而被揍惨了的金在勋即使跪地求饶也难逃暴揍的结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金在勋能有这样的下场，完全就是咎由自取。眼看着险些闹出人命，裁判终于上前终止了比赛，金在勋的噩梦也在裁判的帮助下告了一段落。不然，如果不是裁判及时终止比赛，敖日格勒绝对会将金在勋揍得躺尸擂台，陷入昏迷。第2部分最后一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为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敖日格勒第3回合33秒 PKO 获胜。最终，敖日格勒成功在第3回合 KO 对手，赢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功夫熊猫敖日格勒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